怨天者无志，怨人者心穷。法学教授罗翔谈过一件往事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特别讨厌他的上铺，因为这位舍友睡觉总是翻来覆去，而且呼噜声阵阵，吵得他不得安宁，因此他心里产生了不少恶毒的想法。但他后来才发现，自己才是宿舍呼噜声最大的人。他的上铺之所以辗转反侧，只是被他的鼾声吵得睡不着觉，但是不好意思叫醒他。就如罗翔所说，道德判断永远要先己后人。愚昧的人永远喜欢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，真正成熟的人关心自省，对自己多一分审视，对他人少一分苛责。一、自反，强大自己。顾长卫执导的电影《立春》里，心高气傲的黄四宝一门心思想考美院，却连年落榜。年近30的他还没有一份正经工作，整天待在家里啃老，心情一不好就喝得醉醺醺，还自诩是艺术家的清高。直到第6次落榜，他依然没检讨过自己，逢人就抱怨老天故意作弄自己，怀才不遇，甚至埋怨母亲没能给自己好的出身。反倒是表哥周瑜早就看明白了他心比天高，却好吃懒做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整天怪这个怪那个，我看最该怪的就是他自己。怨天者无志，怨人者心穷。一个人最大的悲哀，不是身上有毛病，而是不自知有毛病。作家金维纯早年曾有一段颇为惨痛的经历。那时候他带着满腔热情创业做《商业周刊》，谁料想杂志刚办了1年就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公司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，出版的杂志却无人问津，最后入不敷出，只能不断的借债还债。有资源有才华，可为什么杂志就是卖不出去？向外寻求原因无果后，金维纯便朝内剖析自己的问题。在一次年终大会上，他当着全体员工展开了自我批评：是我经营无方，我们做地一无是处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假装很厉害。第2年，杂志竟然起死回生，并且越办越好，成为台湾第1大杂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抱着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的念头，金维纯开始低头干实事，改变管理方式，公司也开始走上坡路。后来再回忆起这段经历，金维纯感慨道：认错不是对外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对内的修炼。认到极致了以后，你生命的能量才会完全的展现。没有深刻的自我自省，就没有惊人的自我超越。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是一个人变强大的捷径。每改正一个问题，每补上一个漏洞，人生的台阶就会往上升一层。2、内求，完善修养。看到一张颇有寓意的图片，反省是一面镜子，也是一把尺子，照出自己的瑕疵，量出真实的自己。有一回，季羡林受邀外出讲课，出门前想起还没给君子兰浇水，便嘱咐保姆帮着浇水。没想到等他回家时，发现君子兰死了。询问之下才得知，保姆给君子兰浇完水后，瞧见窗外阳光正好，特意把君子兰搬到太阳底下。可他却不知道，君子兰喜凉爽，惧高温。心爱的君子兰死了，季羡林感到很难过，保姆一时间也有些手足无措。恰好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来探望父亲，知道此事后便想说保姆几句，季老却摆手为保姆说话，还反过来安慰了他一番。季老给儿子解释道：这件事确实不怪他，责任在我。他人犯错，常有己过。我明明知道阿姨不懂得怎样照顾君子兰，可还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。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？责人先问己，恕己先恕人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。周易吉卦里有一个词叫君子豹变。君子像豹一样出生丑陋，但是经过修炼，最终像矫健美丽的成年豹子一样，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。曾子一直秉持内省慎独，每天都要叩问自己来正己修心，后世尊其为宗圣。
曾国藩长期写日记，反思自己一言一行，改掉诸多毛病，成了天下第一完人。内求是一个人最深的修行。每个人都是一块璞玉，自我建造，一寸寸雕琢，去杂质留精华，然后温润有光。3. 自省，和谐处事。明代江阴有个大户望族，族长人称夏翁。有一天他乘船过江，有个人往他的船上泼粪，夏翁盛怒之下，让人把他抓去见官。但是夏翁转念一想，为何有人无缘无故对自己泼粪呢？于是他找来管家询问，原来这人在夏家借了钱，夏家几次催要，催得太紧，才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来。夏翁知道后，宽恕了这个人，并告诫下人不要再去催债，等他有钱了再说。此人也与夏家冰释前嫌，重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陷入困境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只盯着对方的问题，而对自身的缺陷视若无睹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别人冷眼相待时，先想下自己的刺是否扎伤了别人；别人蛮不讲理时，先思索下自己做事是否合乎情理。用一只眼睛看别人，留一只来审视自己。管理培训家张义武曾经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竹子，在他眼中，竹子是提升房子格调的上佳之选。可刚种上没几天，邻居上门来找他，指责道：“你这竹子，到时候穿墙而过到我们家来，不就麻烦了？”张义武很纳闷地说：“竹子即便生长过去，也是增添了一份雅气，怎么会麻烦呢？”可邻居却不以为然：“我是做生意的，你的竹子是空心的，不吉利。”听到这样的理由，他有些无语，但稍作思考后，他还是挖去了院里的竹子。身边的朋友打抱不平地说：“你在你家种竹子，他来提抗议，本来就不合理。而且种竹子花那么多钱，你就这么挖掉，太亏了。”可张义武却笑着回答：“我想了想，同一棵竹子，你认为是节节高，别人觉得他对做生意不利，从人家角度看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，如果对方内心一直膈应，邻里关系就会不和谐。所以为了大家都舒服，一定要啊！这世上多少关系都伤于自我立场，而成于换位体谅。与人相处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是一种和谐的处事观。每个人心中的尺子，当用于量己，而非量人。自我反省是修身的重要法门。古人提出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这是时刻警醒自己的好办法。增广贤文中也有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的警句，告诫人们见贤思齐，见不善则引以为戒。曾国藩晚年十分重视日省月修，既课以焉，如抱木石，如受使坛，乃成丈夫也。他每日写日记反躬自问，培养出了非常的定力和意志。只观其气象，便知人涵养之深浅。曾国藩一生吃过5次大亏，是为5欠。其中最惨的一次，当蜀地5欠，江西之困。那年他被派去江西打太平军，急于求胜的心态让他对上多有委曲求全之姿，对下又多有傲慢无礼之态。结果仗还没打，就被朝堂上下挤兑罢官回乡。他闭门思过，苦读典籍，终于有了一番顿悟。3年后在出山时，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再唯唯诺诺，亦不再满面冷峻，而是圆融中不乏凌厉，沉稳中不失进取。通身透出的强大气场，令众人刮目相看，也助他顺利开局。经此一切，曾国藩感慨地说：“一国有一国之气，一家有一家之气，一身有一身之气。元气者，生气也。能养生气，则日趋于盛矣。”让自己气场强大起来，才能得到这人间的善待。气场是一个人学识、涵养、人格的外在彰显。
想要拥有强大的气场，还需要谦虚谨慎、宽厚待人、心存慈悲等美德。比如唐太宗李世民，他雄才大略，然而待人接物却非常谦恭有礼，这种儒将风度赢得了天下人的爱戴。再如宋代名相范仲淹，不仅胸怀治国之才，而且心系天下苍生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伟情怀，至今为人传颂。一、慢。慢，处士贵叔司桓楚。柳宗元在《种树郭橐驼传》中写过一个种树高手，这人深谙种树妙法，种出的树无不枝繁叶茂，高耸入云。而他的种植方式也很简单，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，令其慢慢发芽，缓缓生长。柳宗元以树喻人，无非是想警醒世人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曾国藩年轻时盼着一鸣惊人，过急的进取心却令他处处碰壁，而等他慢下来，找准自己的节奏，才渐渐打通了命运的任督二脉。他慢读书，一句不通不看下句，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。他慢做事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。他慢行军，扎硬寨，打呆仗，修坚固城池，挖千里沟壑。曾国藩沉稳心神，用慢功夫，软刀细磨出不焦躁的性情。夫久者，非必高；缓而图之，定能成事；不急不徐，终得圆满。恰如曾国藩所言：处士贵熟思缓处，熟思则得其情，缓处则得其当。把步子放缓，才能把路走宽，快慢相宜，方能涵养出从容之姿。二、稳。稳，沉稳从容，可当大事。作为湘军首领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激战长达10年之久。在围攻天津的决战中，众将都盼着速战速决，尤其是李鸿章制定了分兵速进的战略。曾国藩却坚决反对速战，转而提出了铁桶合围之策。他调动大量兵力，围着城东北西三面挖长壕2道，内壕用以围困城内的天平军，外壕用以堵截太平军的援军。2壕之间还修建了上百座扎实稳固的营垒。众人不解，明明可以一举攻克，何必如此大费周折？曾国藩解释道：太平军擅长野战和肉搏，而这次决战更是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。若盲目进攻，湘军胜算并不大。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以围代攻，持久作战。他始终坚信，打仗和做事一样，务必先求稳当，次求变化。最终，曾国藩围了天平军2年，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。他不止一次叮嘱晚辈，不慌不忙，从容应对，为处事第一法。为人处事，当以求稳靠谱为先，遇事不慌，行动稳当，这种冷静的气势令人望而生敬。3、忍。忍，第一贵人如耐烦。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，遇到过一个非常嚣张的同窗。这人仗着家世好，动不动就找人麻烦。一天，他嫌曾国藩挡了他的光，硬逼着曾国藩把书桌移到角落。曾国藩高中举人后，这人又来找茬，说曾国藩夺了他中举的好风水，当众破口大骂。旁人纷纷为曾国藩打抱不平，反倒是曾国藩不仅不气恼，还劝着大伙别计较。这一幕恰巧被院长欧阳坦斋碰见，老先生忍不住大赞曾国藩气度不凡，必成大器。行走于世，碰上麻烦事，遇到麻烦人，再正常不过。有人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，全无半点涵养；有人则能忍住脾气，沉稳应对，体现出教养。贾谊论中有言：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救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遇事不急躁，待人多包容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是为君子气度。4、准。准，洞察事情，识破天机。
有人问智者，做事如何才能百发百中，不失准头？智者答：听其辞，观其事，论万物，别雄雌，虽非其事，见微之类。想少走弯路，要有一定的洞察力，能看清万事万物的本质。浮于表面的蛮干是莽夫所为，能洞察幽微，有的放矢，才是睿智的表现。明正德年间，王阳明前往赣南剿匪。在此之前，地方官对匪患要么急火猛攻，要么听之任之，结果都无法根除。王阳明到任后，没有急于抓盗贼，而是先实地考察，后明察暗访。他发现赣南地形复杂，沟壑纵横，不适合武装进攻，又探明当地盗贼多是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。他意识到剿匪治标不治本，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要从安抚与教化上着手。于是他贴出告示，承诺盗贼只要改邪归正，可既往不咎，不仅能分到良田，也可于乡校就读。此举一出，不出月余，王阳明就根除了10几年的匪患，赢得了人心关生。真正厉害的人，能洞察事情，识破天机，更能深识远略，出奇善变。他们出众的思考力，由内散发出的智慧令人信服。5. 决，放开手，不瞻前顾后。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前夜，叫来长子司马师、次子司马昭商讨具体事宜。司马懿顾虑重重，司马昭忧心忡忡，唯独司马师志在必行。他告诉父亲，暗中培养的3000死士，朝堂内外的眼线接应都已安排妥当，只等一声令下，便可以迅雷之势攫取军政大权。最后果然如司马师所料，他们迅速行动，一举成了3国争霸最大的赢家。3年后，司马懿撒手人寰，司马师领大将军之衔，和司马昭一起出征东吴。司马昭作战时瞻前顾后，导致首战即败，引来无数谴责。危急关头，又是司马师一马当先，揽下全部罪责，又立马调整战略，率军成功突围。等兄弟俩率军归来，司马昭即便也有封赏，却始终难以服众，反而是果决的司马师终成一代王佐之才。果决之人自有锐气傍身，行事短刀直入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若想做出一番大事，人需修炼雷厉风行的气势，锻造当机立断的本事。6. 静，虽万变纷纭，亦诚然无事。曾国藩刚考中进士纳会，一朝得志，不免嚣张跋扈。尤其是在翰林院时，他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与人争执。且不论上司同僚，就连投奔他的弟弟曾国荃都受不了其聒噪，愤然回乡。而曾国藩自己也因内心的浮躁而痛苦不堪。他向老师倭人求教，倭人只给他一点建议，在静字上下功夫。倭人说：心静则体察精，克制亦省力。若一向东驰西务，有逆焉而不知，知而无如何者矣。意思是，人先要安静下来，而后方能审时度势，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。自此，曾国藩以修静为己要，克制脾气，闭门反思，独处参悟，直到杂念全无，抵达心静极而智慧生的至高境界。言棱精，狂心若歇，歇即菩提。治虚己，守静笃，断妄念，不为凡俗所扰，不为名利所惑，是一个人毕生的修行。有人问曾国藩如何识人，他说：无他，只观其气象，便知涵养深浅。这启示我们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而要学会自我反省。比如考试失利，不要抱怨考题太难，老师不公，而要想想自己是不是准备不够充分，考试时是否发挥失常。平时要勤于反省，学会写日记，多与高人请教，渐渐的就能养成良好的自省习惯，促进自己不断进步。做事不急躁，行动稳准狠，望之俨然，急之也温。这样的人
气场足，能量大，自身修为高深，也易获得世人敬仰。有位心理学把人的价值观分为2类，一类叫弱势价值观，一类叫强势价值观。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弱势价值观遇事问凭什么，喜欢向外归因，而强势价值观却习惯于问自己为什么，善于向内求因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由此产生。凡事归咎于外因，在抱怨中消耗自己，困于樊笼；而凡是从自己身上求因的人，不断成长，越来越强。一个人要想拥有强大的内心和气场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：勤于自省，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；谦虚谨慎，虚心求教；宽厚待人，心存慈悲；稳重沉着，雷厉风行。这些看似简单，却需要我们日积月累的修炼。古往今来，那些为世人敬仰的圣贤先者，无不是经过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，才铸就了不凡的人格和气度。他们或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或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展现出了超凡脱俗的境界。而这种境界绝非一蹴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的修炼积淀而成。正如曾国藩所言，终身事业，终身修持，方能为真正完人君子。这提醒我们，修身是一辈子的事，容不得半点懈怠。当代社会瞬息万变，我们往往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其中，焦虑烦躁似乎成了常态。然而，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越需要沉下心来反躬自省，问问自己是否做到了仁义礼智信，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坎坷挫折，有人选择怨天尤人，有人却懂得向内求因。吉田松阴曾说，凡事皆由己做起，而非他人所能与也。故立身者不是外援，而是己立。这启示我们，一切皆决于自己的修为，唯有不断自省，才能在逆境中淬炼出强大的内心。愿你我都能成为内心强大之人。让我们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用慢、稳、忍、准、决、静的法门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谦虚好学的心态虚心求教，以仁爱之心宽厚待人。相信终有一天，我们都能拥有强大的气场，赢得世人的尊重，创造不平凡的人生。愿你我携手共勉，一同向内自省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